如果我妈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再忍，你就跟那个男人说，你妈也会花钱啊，男人就把你走了。2024台湾省最新高分电影震撼来袭，影片女主林品彤凭借此片荣获金马奖，以12岁的年龄成为金马史上最年轻的影后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女孩放学正准备回家，却看到母亲开车来接班导保罗。可一个身为母亲的女人，为何在如此恶劣天气不关心自己的女儿，却来接送一个男人？于是小小决定看看两人究竟要去哪里。经过一番跟踪，最终发现两人在班导楼下下车。班导和母亲看起来似乎很熟悉，就像是经常来班导家里做客一样，甚至看不出一丝拘谨。而此时的小小已经在车内等了许久，不见两人出来，过动症也开始发作。回家，却不料屋内突然响起电话，接听后却发现对方正是小小。你先去阳台躲一下。躲什么躲？有什么好躲的？此时的小小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哼声似乎在宣泄着心中的不满。可母亲非但没有给女儿一个解释，还告诉女儿自己在她这个年龄早就帮家里干活赚钱了，更是指责小小每天什么都不做，还给她整天找麻烦。可本就患有疾病的小小，在她持续不断的指责下，再也忍不住。我把事情讲清楚，错了吗？我跟你沟通错了吗？我每次想要解决问题，你就这样子大吼大叫。就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小小又开始不停地晃动板凳，就是这一举动惹得了后桌同学的不满，对着小小后背就用力一扎。干嘛戳我啊？小小的大声喊叫，老师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，同学也并没有因此跟他发起争吵，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全班25人、24人都跟他发生过冲突。就当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的时候，小小突然扭身过来，再次对着同学撒气。可即便如此，同学也没有因此生气，老师也没有因此斥责他的行为。就当课间小小洗拖把准备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同桌过来好心提醒他这里并不能洗拖把，还帮他把水桶拿出来接水。可小小却不接受他的好意。怎样？是跟老师讲啊。可同桌表示自己并不会这样去做，更是告诉他一件唯独他自己不知道的秘密，那就是谁能忍住不跟他发生冲突，那么就会得到老师一张贴纸的奖励。小小听了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已经感觉到了同桌的善意，认为同桌跟其他同学不一样。可小小并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排斥自己，唯独他愿意亲近自己，更是从心中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。性格也开始改变，甚至开始愿意将脏水用来浇树。这一举动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。老师为了给小小解释昨天的事情，于是在中午带小小出去吃饭，并告诉小小，他的母亲非常关心他，从4年级的时候就来找自己想要给他补习，但学校规章制度并不允许这样，所以就只能微方先找他学习，然后到家以后再教给他。可小小似乎并不想听这些解释，毕竟他已经不是小孩子，这些谎言根本不能骗到他。但小小似乎并不排斥保罗，在学校有保罗陪伴的时候十分开心。可就当他晚上回到家中，似乎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因为每天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母亲让他吃药。就在当晚，小小意外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，小小恳求父亲下个月校庆回来看他，可父亲因为常常在欧洲出差，并不能随时回家。在小小的再三恳求下，父亲承诺尽量回来。当父亲提起有没有想要的礼物时，小小告诉父亲想要个望远镜。可就当来自父亲的爱还没收到，就收到了来自班导保罗的疼爱。可患有过动症的小小时常会引起一些麻烦，因为他常常不会去按照规则做事情，有着一份随意的性格，想玩就玩，也不会去乖乖排队。可就当母亲看到小小的状态，并没有去平静地教导孩子，而是第一反应就认为小小犯病了，对小小大声指责。可就在此时，小小被男孩一把推下，男孩的父亲也急忙上前关心是否受伤，但保罗第一时间就要求男孩下来道歉。即便男孩父亲认为是小小插队在先，那也是男孩先动手的。保罗极力维护小小，就像是看到了一个父亲为自己女儿遮风挡雨的场景。可身为母亲的微芳却上前拦下，更是以自己女儿患有过动症结束了这场冲突。可小小毕竟是一个孩子，当听到被母亲以自己有病来结束这场冲突的时候，内心作何感想？很快就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小小躲在屋里并不想吃，还不停地开关灯光发泄。但保罗认为是小小在跟他打摩斯密码，并耐心地和小小玩游戏，希望能够缓解他的情绪。就当保罗邀请微芳参与的时候，他却对此感到十分无趣，认为能说话的事情不需要这么复杂，更是劝他也不要玩这种游戏，甚至拿出之前带小小去医院发生的事情告诉保罗。那个医生问他说：“你到水里面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？”你猜他说什么？日本。一定要死了吗？医生当时小小，没想到小小真的听话去罚站，手打直哦。我才是。学的时候，小小看见小胖子正在欺负同桌，上去一把就将小胖子撞在墙上，而结果就是被叫家长，还要开红单。因为保罗的缘故，在此之前从未开过红单。可今天保罗偏偏不在，回到家后，微芳就开始不停的抱怨。我已经每天都没有什么开心的事了。起来的命运，你不是很想玩吗？你不是现在让我睡觉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在陪你玩。你不是不想睡觉吗？起来玩，不要睡觉，醒一点，醒一点啊！在母亲的一番折腾下，小小再也受不了，拿出药片就往嘴里狂塞。而这一刻，微芳才知道女儿为什么如此。我就是想要在家里练习不吃药。
这一刻，微芳内心顿感十分愧疚，母女两人终于紧接着抱在了一起，误解在这一刻也成功化解。虽然小小回到学校想要严格控制自己情绪，可命运总会捉弄人。当小小回到学校，班里的同学依旧会欺负他，但这并不能影响他的情绪变化，他早已习惯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唯一信任的同学会对自己出手。面对同桌的背叛，小小久久不能回神，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瞬间爆发。他疯狂地发泄着自己，也正是因为这次冲突导致小小出现了异常，看起来更加异于常人。所有家长都投诉，要求让小小转学。同桌也找到小小，告诉了他实情。原来同桌并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和他做朋友，毕竟有几个人愿意为了和一个人做朋友与全班为敌。保罗下学期就要拜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实跟你说好了，一刚开始是保罗叫我坐你旁边，叫我教你功课，不然你还以为是为什么？而此时的保罗回到了家中，准备收拾东西离开。原来是他们两个的事情被校方知道，保罗不想继续这样下去，于是决定跟微芳分手。却不料微芳精神同样脆弱，无法接受现实，选择了自杀。就当保罗来医院看望微芳时，却看到小小的父亲也在。保罗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待下去，放下送给小小的礼物就准备离开。可当小小父亲得知是望远镜时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因为自己答应女儿的事情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女儿要的礼物也没有准备，因为他这次回来不是为了照顾妻子，也不是为了兑现答应女儿的承诺，而是为了将房子卖掉，甚至还将礼物当作自己买的送给小小。小小本以为爸爸回来可以陪自己，却不料回来两人就开始吵架，最终小小选择了离家出走。没多久，保罗就收到微芳的电话，小小离家出走了，问小小有没有在他这里。得知消息的保罗第一时间就出门寻找，因为小小没什么朋友，他现在唯一的精神慰藉就是那个猫头鹰，他不想他被困在这里淋雨，想要将他放归大自然，却不料他并不领情，甚至攻击他。好在保罗及时赶到，将他救了下来。宝宝们跟大哥同死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爸回来了？晚上去医院啊，不然你望远镜哪来的？可是望远镜是我爸买的。你爸买的给你爸。得知真相的小小再次崩溃，原来爸爸真的不是回来看自己。生气的小小将保罗关在了笼子里。不要他，他没人要，他不会学野啊！周厂长，经理跟学校告状了。保罗不敢相信告密的人是小小，因为自己对小小并没有虚伪的伪装，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去爱护他。最后落得这个下场。没过多久，小小的父亲再次前往国外，而他们的生活再次回到了从前，生活中再也没有了保罗。小小的下一个学校也不知道会是哪里。微芳的心里似乎有无数酸楚，却无人可以诉说，她只能躺在床上独自一人抽泣。小小此刻似乎也明白了母亲的酸楚，抚摸着妈妈的头发。无论生活怎样糟糕，两个人还是要彼此依偎，一起将剩下的路走完。